以下这些我做到了吗？有时候我常常发现，从小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唱歌的小孩，我不畏惧的上台去表演给大家看。我还能做什么？你一定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怎么会不够？3、2、1，开始咯。嗨，大家好，我是亨利，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亨利好了解。这是我的第一支 Vlog。我想成立这个频道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做自己，但是你真的够了解自己了吗？我想第一集我们先来带大家探讨一个母胎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就开始不停的在做比较你家的小孩，怎么长得五官这么深邃，好像混血儿，好像你老公哦，好帅，长得又高大，好像你老婆长得又漂亮，身材又好，这是怎么样？这是在说我老公、我老婆的基因比我好吗？为什么只能长得像他？为什么不长得像我？我的基因不好吗？最近亨利也在研究一个德国心理跟精神学家叫 Erikson， 他在他的著作《儿童与社会》这一本著作当中呢，曾提到说社会心理重要的发展的重要的8个人格。那第5个时期就是青少年时期，大概是在国中到大学这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比外表啦，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更注重外表了，可能开始就会觉得，他长得好漂亮哦，他长得好帅哦，那功课又好，人缘又好。那第6个时期呢，就是成年的早期。成年早期大概是在18到25岁之间，这个期间大概是我们大学毕业一直到出社会工作的阶段了。那这个阶段我们开始会比较说，开始比工作啦，因为我们开始找出来这个社会上找工作了，我们就开始比工作地位，比你这一份工作，你每个月的薪资多少，比公司的福利怎么样。那在下一个时期，我们就可能会开始比较说，在下一个时期，也就是第7个时期，成年中期，25到50岁。可能就会开始去寻找自己适合的另外一半，开始会比较说，你的另外一半，是在做什么的啊？你的现在拥有的资源是有拥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的人脉是什么样子？那开始就会比较说，时候到啦，那你应该要成家立业了吧？干你屁事！你就会开始比较你的权势地位，你的财富的累积，你目前已经买了几栋房子了，你有这么多的财富，你还可以做投资，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到处的环游世界。那到这个年纪了，你身体还是如此的硬朗，你是不是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后天的一个补救的方式，或者说是开始就会比较自己的小孩的成就，我的小孩的成就好像比你的，你的小孩好像是你的小孩是在哪里高就的？你的小孩是在当老师的吧？那你的小孩我的小孩就只是个在就是不定时没有正式的工作，在做兼职的，那彼此就会开始，父母就会开始在做比较，诸如此类的人的。也就是说，人的一生的人格阶段，重要的8个阶段，不停歇的每一个阶段不停歇的在做比较。那真的比不累吗？很多人都说比较是为了求进步，但真的是为了求进步吗？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那我这里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句话：比较是为了求进步，这句话是成立的。最主要是因为从比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人的长处刚好是自己不足的地方，进而去经由后天努力去补足自己不足的地方，让自己更进步。这句话是成立的。但第2个，比较
是为了求进步，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是因为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不一样，有些人属于个性活泼、外向大方，像亨利一样，但有些人是属于比较内向、比较闷骚，特质比较内敛的人。当今天可能有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别人的长处，可能刚好是自己的短处，就会觉得，那我还有必要做的，我还有必要做下去，我还有必要发展我自己的兴趣吗？所以我认为这句话不成立的地方是，它会扼杀或者是隐藏这一种特质人的一个潜能跟兴趣，他会进而不敢再把它表现出来。那我们重要的来举一些过往的例子好了，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看到的一些过往的经验。第一个，父母只会在乎我的学业成绩考得好不好，不会问我说我在学校我的术科表现，我的运动表现，跟人的相处，跟人际关系之间的相处如何，都不会去过问。第二个，学校时期常会问，为什么那位同学长得比另外一位同学好看，就会开始在背后去比较、去讨论，是不是因为他父母他父母的基因很好，所以他也长得好看，还是因为他有化妆，还是因为他有去锻炼之类的，所以他外表、他的身材特别的好。那个我们常会在升学的过程当中，一般的父母就会常去建议说，你去念一般高中。就是要升一般大学，那一般高中一定比科大、比技职院校还要有前途。学业的成绩好，那你就可以念高中；学业成绩不好的，你才会去念技职专校。你觉得这是成立的吗？第四个，国立大学一定优于国立科大，私立大学一定优于私立的技专院校，这是传统的迷思吧。那更厉害的就是。你有出过国念书，你好厉害哦，有混过洋墨水。无时无刻都在做比较，真是可以做自己吗？但是要做自己之前，你一定要了解自己。那我希望你问你自己，你做到了吗？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有时候我常常发现，从小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唱歌的小孩，我不畏惧的上台去表演给大家看。我还能做什么？你一定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怎么会不够？我就是很喜欢表演，所以我的个性告诉我自己说，我以后一定会当明星，我一定会发光发热，像某位明星吧。但我自己曾经告诉我自己说，我很爱唱歌，但是我也不畏惧上台表演。但是中间我有不间断的去展现我自己的企图心，让唱歌去优于其他的表现嘛。就是我有常常去参加过比赛嘛，我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也不够好？对，因为我这跟我刚才在提到比较是为了求进步的这句话是不成立的时候，我提到，因为之前的个性是属于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不一样，在小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很个性外向活泼的人，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很爱唱歌，没错，我也不害怕表演，没错。但是我听了我在电视上面，或是在外面的舞台上面看到其他跟我一样年纪小的朋友一起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表现优于我自己心里就会纳闷说，我自己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诸如此类的经验，你有没有发现，在做自己之前，你真的够了解自己吗？你是不是常因为世俗的传统的观念、别人的眼光、别人的一句话，改变了你心中的想法，以及你想要做的事情？因此，你不自觉犯了这5种通病。了解自己，才能做自己，这是我这个频道要成立的最大的宗旨。第5个，梦想即是梦。很多人在了解自我的过程当中，认为梦想就是一个不能实现，它就只是个梦想。但梦想其实它是可以实现的，你要有效的设定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举一个自己当 YouTuber 的例子，曾经一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一直觉得当 YouTuber 是一个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跨越的一步，因为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虽然自己知道自己的优势，可以面对镜头去跟所有的观众去分享自己知道的事物，一些美好的事物，想要带给观众的一些讯息，但毕竟有具备的能力，还欠缺了很多。但过程当中，我就一直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去看看别的 YouTuber， 或者是去访问别的 YouTuber， 他们在做中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哪些事情？在这些过程当中，可能是我自己也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我先加以的去模拟，或者说是我在认清自己不足的地方，我把它拼凑起来，变成我自己足够去 support 自己成为 YouTuber 的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综合以上5种通病，是我认为在做自己之前，你必须要了解自我，你自己是不是能够把这5种通病能够矫正，能够更正视自己的问题，进而了解自己，才能够 be yourself。谢谢你们大家收看我的频道，亨利好了解，请记得最后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启小铃铛，不会错过我的任何一支影片哦。